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逍遥首播，虽然是玄幻老套路，但谭松韵活泼有趣，真会演。12月27日，电视剧《逍遥》在优酷、爱奇艺上线，正式首播。基于目前上线的剧情内容来讲，这部玄幻剧非常套路，属于10年前的老玄幻样貌了，故事性上可以归零了。但是谭松韵这位演员实在是太会演了，从而让整部电视剧好看起来。这部戏换任何一位流量女明星过来，都演不出谭松韵的效果。这是一部女主单扛的玄幻剧，说逍遥是玄幻剧的老套路，估计不会有任何的争议吧。玄幻剧当中有一个既定的路数，叫三生三世。这部逍遥已经播出的剧情当中也是如此的，男女主角在上一世就恩怨情仇了一把，而这一世女主角变成了普通人，小卑微，没啥存在感的，男主角依旧是妖王。那么俩人一并线，男主就自带着前世的感情，想要和女主搞对象了。而玄幻类的电视剧肯定不能只有搞对象，在搞对象之外，男女主角也得干点别的。近乎所有的玄幻剧都会搞一个人妖和神仙构成的三界，而这个三界永远是不和平的，永远是需要打架的。男女主角就一边搞对象，一边维护三界和平。逍遥这部玄幻剧也是这个路数。当然，所有的玄幻剧都清楚，所谓的维护三界和平就是一个幌子。要是把大量剧情放在维护三界和平上了，既定的女性观众们也就不看了。大家需要看的依旧是架空的古装的世界当中自带着奇幻色彩的搞对象罢了。男女主角要各种撒糖，才会让既定的女观众们上瘾。所以逍遥也知道应该撒糖，并且逐渐开启了使劲撒糖的模式。这些既定的套路已经瓦解掉了这部电视剧的故事性，观众们一眼就能看出这部电视剧想要做什么，因此它就丧失了看点。陈旧的玄幻老路子，靠故事就打不赢这场仗了。逍遥唯一能靠的便是女主角谭松韵的演技，她的这种表演是自带着撒糖属性的。我们不妨认真分析一下。谭松韵属于活泼有趣的表演方式，这种表演方式至少有2个好处。第一个，保持着少女感；第二个，保持了有趣感。玄幻剧作品真正满足的便是少女们对于爱情的美好向往。中老年妇女是不会喜欢看玄幻剧的，所以哪位女性观众说自己喜欢看玄幻剧，我其实是高看一眼的。这是单纯善良的表现。谭松韵能够驾驭这种少女感，即便是她的岁数已经不是少女的岁数了，而演员用活泼搞笑的方式表演桥段，能够让整部戏有趣，这是吸引观众最为重要的地方。逍遥当中出现了赵丽颖的客串，曾经赵丽颖的很多玄幻剧就没法看，为什么呢？她没啥演技，一脸的沉闷，观众看着他演的玄幻剧就容易昏昏欲睡。反观谭松韵就不一样，能把桥段演出喜剧色彩来，这就是本事。玄幻这东西需要走2个极端，一个是悲剧极端，男女主角都需要悲情万分的样子才行；另一个就是喜剧极端，男女主角只要在一起，女主角就嘻嘻哈哈，向所有观众提供情绪价值。这2个极端都可以骗取观众的眼球。逍遥走的就是喜剧的极端，通过这个方式让观众们一边哈哈笑，一边享受自身少女心带来的恋爱感。那么我得出一个粗浅的结论，喜欢看逍遥的女孩子都是少女心爆棚的，是单纯善良且有趣的。这个观众画像又是和谭松韵个人的表演技法画像相同的。逍遥当然没啥故事，
当然是老套路的，但是谭松韵的表演有趣啊，这些有趣是可以带动很多观众追剧的。谭松韵这位演员，总是可以把无趣的剧本演成有趣，这就是他的本事了。